洋，孕育了这个蓝色星球最初的生命起源，也令人类的未来充满无尽可能。21世纪，人类开始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这也是中国海洋事业历史上总体发展最好的时期。5年来，中国海洋经济年均增速高达7.44%，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3.8个百分点。中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7万亿元，1.8万公里海岸线，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如此密切。从海上粮仓到海上油气田，从海水淡化到海上风场，海洋正为中国经济提供澎湃动力。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第一次可燃冰试开采成功，创新发展的蓝色中国梦正越来越近。以海富国，以海强国，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正拥抱深蓝。中国南海水下1266米，中国首次海底可燃冰试开采正在进行。这团红色的火焰就是被点燃的可燃冰。地球上可燃冰的储量可以供人类使用1000年。怎样将这种深藏在海底沉积物当中的天然汽水合物开采出来，是一个世界难题。压差变化情况怎么样？有一些波动，但是我们工程上控制一下，还是能够调整过来的。压差，现场指挥部最在意的指标。控制好压差，就能阻止海底泥沙涌进产气管道。此前，日本的试开采就是因为压差控制不当，被迫在第7天终止。能不能持续开采出可燃冰，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控制能力，更需要强大的科研装备实力。这座长117米、高118米、自重43725吨的深海巨兽，名叫蓝鲸1号。它可以在水深超过3000米的海域作业，最大钻井深度15240米，这是全球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海上钻井平台，能够确保12级飓风下开采过程依然平稳安全。我们向祖国交了一个满意的答卷。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可燃冰安全开采持续了整整60天，产气总量超过30万立方米，产气时长、产气总量双双打破世界纪录。向祖国致敬，向祖国致敬。蓝鲸1号代表了当今世界海洋钻井平台设计建造最高水平。从建造之初，它就是世界瞩目的焦点。这是蓝鲸1号大合拢工程的关键节点。蓝鲸1号上半部船体重达18727吨，相当于32架空客 A380的重量。能够吊起它的，只有全球起重能力最强的泰山吊。泰山吊，中国自主制造的超级装备，高118米，设计提升重量高达20160吨，提起整个蓝鲸1号的上船体毫不费力。14个小时，蓝鲸1号上下体合拢一步到位。这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安全、最快捷的大合拢方式。只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装备，才能创造全球独一无二的奇迹。中坤，有没有阻挡？没有阻挡，可以继续前进。今天，工程师将在码头完成水下推进器的安装。工程人员正在通过编码对每组推进器的装配位置进行精准确认。114-574，对，啊，221-273，对。这样的推进器一共有8个，它们推力的大小完全靠计算机根据采集来的风力、洋流等参数自动计算并控制，是确保蓝鲸1号能够在飓风下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要将推进器准确入位，需要潜水员和平台工作人员默契配合。黄点72厘米。这是全球范围首次在码头安装推进器。过去，这样的安装只能在深海完成，仅安装费就需要1000多万元。现在，中国工程师把安装成本降到了1/10，保证精度，时间不是最重要的。这个箱子已经到位了啊，已经固定死了啊。生产经理程程要确保清单上470个项目万无一失。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着不同的工种。这是一次跨系统、跨行业的大协作。我来这儿已经9年了，9年前，大部分的我们船上的面孔都是洋面孔，那么现在，逐渐的，大家都可以看到，有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在引领着我们这个海工行业的发展，这个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自豪。海上钻井平台被称为流动的国土，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和发展方向。10年前，中国还完全没有自主制造海上钻井平台的能力。现在，不仅能够自己制造，而且多项技术领先全球。深海，海洋大国都在竞相开发的领域，海平面1000米以下，蕴藏着数之不尽的宝藏。全球30%的生物生活在海底，全球40%的油气资源，未来也将来自深海区。谁能率先拥有深海重器，谁将赢得属于未来的先机。中国自主研发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即将搭乘探索1号科考船前往南海，第一次挑战4500米深海载人下潜任务。深海勇士号长9米，高4米，重20吨，是目前全世界同一级别深海下潜作业时间最长的潜水器。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胡震正在指挥安装电池系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磷酸铁锂电池，它能确保潜水器在4500米的水下连续工作6个小时以上，寿命是常规电池的10倍。潜水器对电池的稳固性要求极高，稍有松动极易发生短路。100多个固定点位，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需要认真把关。此前，
全球只有日本掌握磷酸铁锂电池在潜水器上的应用，相关技术严密封锁。5年前，中国取得了突破。深海探测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材料工艺水平等各方面都推向极致，这是我们研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系统调试一切正常，深海勇士号即将起航。中国南海海平面下4500米是深海勇士号的目标。深海4500米是海洋生物资源和矿藏分布最密集的区域。率先拥有这个深度的勘探能力，是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此前，全球只有美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拥有4500米载人深潜技术。通讯已经建立，正在进行水面检查。整个下潜需要90分钟。探索1号深海勇士号的母船胡震和团队正在对潜水器的下潜数据进行实时监控。一切正常。1号收到，愿你们开始顺水下潜。勇士报告1号，勇士开始下潜完毕。每突破1米，都离成功更近一步。叶聪，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他和团队曾创造过载人深潜7062米的世界纪录，但挑战水下机械臂毫米级的高精度作业还是第一次。此前也没有国家进行过类似试验。快到底了，5米，15米，注意。深海4500米着陆成功，真正的挑战开始了。球形舱，深海勇士号的大脑。这些按钮按下的顺序、操作规程，叶聪早已了然于胸。机械臂正在将透明生物箱打开，为取样做准备。机械臂长2米，由6个关节和1个手爪组成，可以轻松抓起60公斤重的物体。深海4500米，潜水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每平方米被4600吨的重物压着。海底洋流、地质形态都会对机械臂的稳定操作造成影响。机械臂抓取目标出现了，这是深海生物海绵，干部直径不到7毫米。抓取过程力道控制要绝对精确，这相当于在气球上切豆腐。海底洋流涌动，随时都有可能将这根细小的海绵吹走。机械臂需要迅速将它放入0.03立方米的生物箱中。这根黑色的摇杆控制着舱外机械臂的每一个动作。钳状的机械爪在抓取过程中，根据不同的目标调节不同的力道，抓取精度可以达到100%。轻松抓住一只海参，又抓住一只海星，又抓住了一只纤细的海百合。这次海试，叶聪他们总共采集到6种海底标本，收集到400多项珍贵数据。舱面人员注意观察瞭望。潜器已经出来了。连续作业6个小时后，深海勇士号终于浮出水面。6个小时，
创造了世界同一级别深海载人潜水器作业时间最长的纪录。创造一个新纪录！泼水礼，迎接英雄归来的特有仪式。每盆水，队友们都混入酸甜苦辣4种味道。这一吼，是研发中的酸甜苦辣；这一吼，是凯旋归来的自豪与骄傲。深海勇士号4500米成功海试，标志着中国深海技术装备由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一个个世界领先水平的深水重器，还在向更深的海底世界挺进。中国深海滑翔机海翼号完成深海观测，最大下潜深度6329米，刷新了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完成了第158次试验性应用下潜，标志着中国深海调查能力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深海11000米，马里亚纳海沟，彩虹鱼号无人潜水器成功到达海底。到2020年，中国将是国际上拥有最多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国家。更深、更广、更远，强大的深海探测能力将引领中国向海洋强国加快迈进。中国，世界第1大贸易国，全世界有近1/4的贸易额在这里发生。每年，中国90%的对外贸易要通过海运完成。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和枢纽，港口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全球货物吞吐量前10大港口，中国已经拥有7席。中国的1吨大港有34个，万吨级泊位2300多个，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东南沿海、珠三角和西南沿海5个港口群。然而，并没有太多人知道，1.8万公里的中国海岸线，如此众多的大港中，真正的天然深水良港数量非常稀少。疏通航道，浚深泊位，中国依靠的是一种独特的海上利器。上海恒沙，中国自主建造的疏浚船天极号，正在进行航道清淤作业。好的，可以通过了吧？天极号每天都要在这条深水航道上连续工作20个小时，来保障每年2000多艘10万吨级船舶自由进出航道。天极号工作的区域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1。每年这里都会有4.8亿吨的泥沙淤积，形成长达60公里的蓝门沙水域，是通海航道的一大障碍。300多米宽的航道上，10艘天极号这样的疏浚船正在同时进行清淤作业。看点压力啊，看点压力表。船体开始固定，作业时，40米的钢桩首先抬起，插入30米深的江底，将船体牢牢固定。随后，直径2.8米的绞刀头飞速运转，将板结的泥沙切削搅碎成泥浆。绞刀头是天极号的铁齿钢牙，每转1圈，绞刀头产生的力可以将2厘米厚的钢板轻松击穿。
每次作业前，刘超都要检查绞刀头，换下磨损严重的绞刀尺。54个绞刀尺采用特殊的耐磨钢材料，强度是普通钢的2倍。无论是绞刀头特种钢的研制，还是绞刀尺切削角度的设计，都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这种大型疏浚装备，10年前中国还必须依赖进口，现在中国不仅能够自主设计制造，而且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通过与船体相连的排泥管，将泥沙水混合物输送到6公里外的横沙海岸。每天，疏浚船清理出的泥沙可以填满100个标准足球场。排出的淤泥经过沉淀、地基处理等工序，将填筑成全新的陆地。横沙工程，这是中国滩涂整治史上最大的工程。这边是前2年沉降的，你看都是已经长的都是草，那边都有点树了，那边都有树了。刘超的脚下就是横沙岛，每个月他都会来这里观察土质的变化。过去10年，52平方公里的横沙岛不断扩大。2020年，这里将形成一个105平方公里的新区。上海第2个浦东将从这里拔地而起。因为填海，它是个人这个能力来抗拒这个大自然，但现在我感觉我们实现了，真的是可以填海了。依靠强大的疏浚装备，中国已经成为少数几个能够自主开展大规模吹填造陆工程的国家之一。黄骅港25艘疏浚船，只用了11个月就疏浚了1.2亿立方米的航道。这是中国港口建设史上的疏浚奇迹。天津港，全球最大的人工深水港，60多年的连续浚挖，新造陆地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曼哈顿。南海，面对海底的坚硬岩石，造岛神器天津号作业能力惊人，它能以每小时4500立方米的挖掘速度，将泥沙排放到6000米之外，每天能挖掘数万立方米海底岩石。中国的年疏浚量已经超过10亿立方米，疏浚总量世界第一。从疏浚大国向疏浚强国迈进，中国还必须拥有更多的装备利器。这艘天鲲号是亚洲最大的绞溪疏浚船，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140米长，9米高，输送功率世界第一。注入江水，吊起闸门，天鲲号将正式起航。作为新一代疏浚船舶，天鲲号将成为全球疏浚市场最有竞争力的重型装备。就在天鲲号试水的同时，2000公里外，另一个巨型特种船舶装备也即将接受一次极限工况的挑战。振华30，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中国自主建造。这个长度超过297米、宽度58米、排水量近25万吨的庞然大物，体量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现役航空母舰。它正前往伶仃洋海域，
完成一项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最终接头安装。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由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组成，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堪称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巅峰之作。在它身上，凝结着过去数十年中国桥梁设计、施工、材料研发、工程装备等各项成果。这是一次中国实力的集中展示。瞧这也行。林明，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正在对它进行最后的检查。这是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重6000吨。林明要将它准确地插入30米深的海底，完成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贯通。6000吨的最终接头，整个吊装过程要确保绝对平衡，任何倾斜都将是灾难性的。工人们把4吨重的吊带挂在最终接头上，每根吊带长120米，直径40厘米，由14万根高强度纤维丝组成。这是振华30大展身手的时刻。它的臂力最多能吊起1.2万吨重物，并做360度回旋。全世界没有人把一个6000多吨的东西去这么转一下，没有一个人敢在我们之前去转了。这个系统注意。林明他们这次安装的难度极大，不仅要完成双侧对接，对接时水下安装余量仅有10几厘米，即使水面风平浪静，海底涌动的洋流也会形成巨大推力。最终接头能否精准嵌入安装基槽，需要振华30保持绝对平衡。这样的装备制造实力，让中国建设梦之队无惧任何极端工况。90度旋转，持续了4个小时，最终接头到达安装位置。1号落4公分。好的，1号落4公分。一个昼夜的不眠不休，连续17个小时的海上作业。最终接头精准着床，对接精度控制在一端是0.8毫米，另一端是2.6毫米。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我们国家已经改革开放，发展这么多年，真的过去看工程有什么装备设计什么样的方案，你今天看我们港珠澳工程，你要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只要你想怎么干，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制造一些专门的东西能够干成。观念要变，不是过去有什么用什么不做，而是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干成。中国已经连续3年新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位居世界第1，拿下了全球1/3的市场份额。国之重器助力下，磅礴生发的海上建设，正在谱写壮丽的时代华章。中国的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的制造能力，现在已经属于世界第1流，已经形成了从事高技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研制的世界1流的能力，正在向全球海洋工程装备的中高端进发，加快海洋强国建设。造船强国建设。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的蓝色粮仓。作为海洋大国，全世界海洋养殖业60%在中国。每年中国的海产品为中国人提供着1/3的优质蛋白。怎样让百姓吃上绿色、安全、放心的海产品，让海洋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同样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烟台长岛，这里的4万名渔民，世代以传统的捕鱼方式为生。2018年夏季，一个名叫海洋牧场的大工程，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将成为全世界第1代海洋牧民。鱼胶制作工厂，工人们正在组装的这个金字塔形的设施就是鱼胶，未来海洋牧场的草场。夏季到来前，数以百计的塔形鱼胶会在长岛海域大规模投放。每个鱼胶长宽7米，高3米，不同大小的水泥圆盘通过长条水泥柱串联，可以将单体鱼胶表面积扩展到近126平方米。投入海底后，海藻可以大量附着，配合鱼胶自身形成上升的导流效应，为鱼群卷起大量食物。多个鱼胶在海底密集铺设，将构成鱼群聚集区。充足的食物和复杂的结构，形成鱼群繁殖栖息的庇护所。通过水下测深仪，对海底进行区域高度测量。工程师刘静、杨艳可以清晰地了解海底地形的走势。比如说，我可以从这个点测，然后这个高度差，比如说这儿有坑，这儿有山，这儿有坡，或者是这儿有什么特殊的地形，我这是可以记录出来的。他们要在海底找到一个平缓区域，铺设鱼胶，以达到聚拢鱼群的最佳效果。长岛海岸的平台生产基地，工作人员正在为海洋牧民装饰他们未来的家。这是全球第1个民用海洋牧场平台，也是海洋牧民们海上的移动帐篷。未来，它将固定在鱼礁上方，与鱼礁共同构成完整的海洋牧场体系。经理卢晓正在测试平台升降的同步性。4根巨大的桩腿是海洋牧场的定海神针。升降过程中，4根桩腿必须保持同步，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完成今天的测试，卢晓胸有成竹。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了，这两边基本上高度差就看不出来了。过去10年，卢晓他们已经建造了20多座大型海上钻井平台，将完全可以媲美军工装备精度的液压装置用于民用装备，他们有着丰富经验。这是值得期待的一天。海洋牧场平台即将从这里驶向30海里外的海域。100组鱼礁同时到达指定海域。再过几个月，这里的牧场将充满生机。更加尊重生态、更加立体的人造海洋工程，正让中国的蓝色空间焕发活力。这是中国最大的海水淡化工程。每3吨海水可以提取2吨淡水，比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海水淡化系统利用率高出33%。
这是全球第4大潮汐发电站，能利用潮水涨落双向发电，是世界最先进的潮汐发电工程之一。这是亚洲最大的海上风电场，154台风机，总装机容量482兆瓦，每年的发电量可供30万户城市家庭使用1年。开发建设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还需要更强大的技术装备体系来支撑。放眼世界，海洋强国无一不是海运强国。中国的船队综合运力已经达到2.46亿载重吨，位居全球第3。散货船队、邮轮船队和集装箱船队，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前3的行列。这是中国自主建造的第1座浮式生产储卸油平台希望6号，为英国公司定制。总装完成后，这个储油能力高达4.4万桶、18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即将起航，前往14000海里外的英国。希望6号没有自航行能力，需要用船拖带，小型拖轮不足以支撑万里航行，必须使用这种专业特种运输装备——半潜船。半潜船有点像海上叉车，可以把希望6号托运远航。海上平台、潜艇这些超长、超重、无法分割调运的超大型海上重器，都必须靠它来完成长距离运输。新光华轮，中国自主建造，载重10万吨，是全球第2大半潜船。团长高正汉正在根据天气预报确认装载计划。这个流量比较小的就这么一个窗口。后面的话就拖好几天了，不知道哪一天了。但是往后都没机会了。天气预报预测，15个小时后，海上风力将达到7级。无法进行装载，留给高正汉的最佳装载时间只有12个小时。装载开始，新光华轮半潜船要像潜艇一样下潜到24米吃水，等待拖船将希望6号拖至甲板上方位置，完成海上固定。接下来，新光华轮甲板上浮，与希望6号底盘对接。像叉车一样将希望6号拖起。此时，风浪、洋流的任何变化都很可能会影响到装载。而装载的最大难度在于，希望6号的底盘很特殊，留有石油管道接口，这要求海上叉车与希望6号要精准对接。在海水中操作，难度堪比飞机的空中加油，装载过程不能有任何磕碰。2个足球场大的甲板上，这个巨大的8角形木墩阵，由680块木墩、2000块角钢组成，摆放位置全部经过精密计算，是专门根据希望6号的底盘设计的保护之作。这个海上叉车开始下降。希望6号驾驶舱内，工作人员要通过压载系统，配合半潜船，随时调整姿态。新光华帮忙看一下前面的吃水是不是已经达到那个装船条件了？是前面22.77，后面22.02，70公分的73。拖轮将希望6号托运至新光华轮上方，缆绳8字交错，将希望6号的圆筒形船身牢牢锁定，
防止偏转。真的，现在把所有缆绳吃力，你一排起来，弯墩都倒掉了。甲板上浮，此时希望6号必须根据海流风速随时调整姿态。水下对接的余量仅有15厘米，两船必须精确配合。我现在车已经起来了，你最后这个脚，停车，向右，我保证一点点速度往前走，前面脚我重新帮忙。用时10小时，希望6号装载完成。半潜船是体现一个国家海洋装备运输实力的战略型装备。今天，中国的半潜船总数已达25艘，覆盖2万吨到10万吨所有级别，位居全球首位。甲板上，英国业主正在记录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这是他们第一次交由中国制造并承运，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超级装备。他们看重的，正是中国海工装备的制造与高端运输双重实力。The fact that this was the first unit ever designed and fabricated in China has major challenges. To meet the standards as well has been significantly difficult for all parties. However, working together, we've managed to design and deliver a very, very high quality unit. 运输是一个中枢作用的部分，因此海洋和海洋工程装备和船舶产业必定会向这么一个大的运输服务体系逐步拓展。既发展经济、发展技术，也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无穷的驱动力。做完最后的加固，大船向英国西部群岛进发。从远洋运输服务到远洋科考探测，中国远洋装备的制造能力正向全产业链延伸。中国自主设计研制的远望7号远洋测量船，已经为天舟1号的发射立下赫赫战功。这艘大型测量船装载有947套科研设备，是国际一流的海上科学城。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已经31次赴南极，6次赴北极，执行科考补给任务，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多项新纪录。中国自主建造的21000吨极地冰区大型模块运输船，可以在零下55度工作，面对1.9米的冰层，仍能保持5节航速。是世界特种船领域里极具竞争力的运输类船舶。助力中国舰队远洋航行的，还有这些大家伙。这是全球海洋运输的旗舰船型，可以装载2万个标准集装箱的巨型货轮。这艘海上巨无霸有24层楼高。甲板面积有24个游泳池大，所有集装箱交由单列火车承运，长度可达147公里。编号为852C 的部件正在吊装，它是集装箱货轮的首部分段。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再往南跑点。1万多平方米的露天仓库，这些都是等待吊装搭建仓库用的大型部件，总共有420个。它的建造精度标准远高于其他海上货轮。船体内，另一项高精度要求的工作正在进行。甲板上23列，每列有11层，
舱内21列，每列有11层，所有箱位都必须用安装架逐一测试。要保证2万个集装箱每一个都精准装入箱位，误差标准仅为5毫米。深夜11点，工程师们正在调整测量设备的数据。这是测量尾轴中心点的最佳时间。尾轴首尾基准点长达68米，工程技术人员要确保测量误差不超过1毫米。此时，室外温度只有零下5度，这是确保船体各部位温差不超过3度的绝佳温度。工人们在船尾基准点上安装照光镜，再将2个中心带有镜片的十字形装置固定到尾轴管的首位。照光镜与2个十字形装置的中心点必须完全重合。这些独特的测量工具和方法，完全由中国工程师研发创造。30多年的造船经验，已经帮助中国工程师们成功建造了50多艘大型船只。今天，中国自主建造的2万标准集装箱船已经达到20艘，拥有30%的全球份额。经略海洋，装备先行。作为世界造船大国，中国的船舶订单量、建造量和未交付订单占有率3大指标，世界第一。世界上已有船只类型95%以上，中国人都能造。这是全球载货量最大的40万吨级矿砂船，中国制造，创造了全球铁矿石接卸的最快纪录。LNG 船被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建造。这是世界第1艘4000车位双燃料汽车运输船，确立了中国造船业在节能环保和高新技术船型领域的领先地位。扬帆碧海，挺进深蓝。中国这艘巨轮正劈波斩浪，在这颗蔚蓝星球上画出一道壮美的航迹。在下集大国重器中，我们将走进万物互联时代。这是中国海缆企业首次冲击1000公里海缆铺设。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1台7纳米芯片刻蚀机，加工精度的重复性和均匀性达到发丝直径的10万分之一。这是中国第1条柔性屏生产线，厚度仅为0.03毫米的柔性屏正式量产。从普瑞5G 通讯技术到人脸识别技术，从智慧大脑到智慧云端，赢在互联时代的中国重器已经崭露头角。